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新秀回顾，主镜头放大看，3位男主各有不足。近期各大重磅节目纷纷发布预告，如王家卫印象最深的电视剧《花开》，迪丽热巴的新剧《探秘顶端》《仙剑奇侠传》改版等。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杨紫主演的合奏梦幻秀《长相思》。《长相思》的第一位创作者是桐华，而他在此之前最受欢迎的作品是《步步惊心》。从创作的角度来看，《长相思》当然是一个 S 级的事业。除了杨伟之外，还有张万一、谭健慈、邓伟。故事是关于一女3男的爱恨情仇。这次送来的1分半钟预告，根本就是围绕着杨紫转的。主要镜头是她在城里兜售男装，工作设定为临床官员。然而，这个镜头确实令人难以置信。白花花的本质上，眼睛被苹果肌贴合成一道切口，但那块肌肉却是一动不动，显得无比的结实，又显得放大了。之前在《沉香如饕餮》中，杨紫的出场就有这个问题，但随着剧情的推进，众人却置若罔闻。这一次，在《长相思》中，杨紫将扮演2个角色，一个是扮成淑女的小瑶，一个是扮成男人的小刘。更何况，小妖的颜值注定是一个绝世奇葩，女性的颜值也好看了一些。要不是小妖还不够讨人喜欢，也不可能有3个优秀的男人能够对她心照不宣，将她传承下去。杨紫已经因为在《青云志》中饰演了无敌的优秀陆雪琪而被众人诟病，后来她又在《香蜜》中饰演了绝妙的锦觅。恰巧她的颜值达到了巅峰，所以她成了热播节目。如今《长相思》也采用了类似的套路，但颜值不低的杨紫却能 hold 住。有一个核心问题，瞬间呈现《长相思》的剧情。故事取材于《山海典范》，杨紫饰演的逍遥是高薪界的王姬，逍遥的表妹一直在找她，而张婉仪则是在扮演表妹的角色。张婉仪的造型好看，演技也不错，只是剧中的衣着太过妖异，惹得无数人唏嘘。逍遥在排练服药期间认识了青丘的孩子涂山璟，2人私下私交。涂山璟的艺人是邓威，邓伟作为大人物最近被揭穿，他的代表在后击楼推粉丝。不仅如此，于正还对邓威家的小态度发牢骚。于正这支队伍试训的时候，他的神态和执行力都异常的差。邓伟出演《长相思》同样被观众称为假。鉴于邓伟一直在宣传一个有魅力的人，但看了评论之后，他发现他的脸是粗犷、元素沉闷，没有亮点，可以说是4位驾驶演员中最令人沮丧的存在。另一位男主谭健慈一开始被联想到太矮了，会被张万一和邓伟压扁，2人都超过 1.8 米，没想到谭健慈最有魅力表演，这也是最好的演技。他饰演的是9头邪气香流，外表妖娆，内里却是恐怖，所以他就是高冷霸的性格。谭健慈个子不高，演技也凑合了。按照第1本书的计划，冠军爱上了香柳，但最终香柳要求勇敢的女人嫁给涂山璟，所以她真的嫁给了涂山璟。一句话总结：误用，非常误用。眼下虽然人声鼎沸，但大量的仙侠剧如顺序建造系统物品，实在是看腻了。无论如何，当合奏梦想和幻想的戏剧化真正传达出来时，人群无法放弃对他们的追求。现在有很多人在围观，从锦觅、燕丹到小瑶，这些勇敢的女人有着非常相似的性格和比较的遭遇。杨紫的容貌甚至都没有太大变化，堪称重排。杨紫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演戏的？因为知道童话剧总会有市场的，就像80后、90后爱看神仙剧一样，00后现在也爱看神仙剧。趁着年纪还小，颜值还挺高的杨紫演几部火热的仙剧作为自己的代表作，也没什么不好。85朵杨幂、赵丽颖、刘诗诗都在演，只要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。02肖战诉网店侵权获2万赔偿，网店为增加销量绞尽脑汁。肖战每次正式代言后，无论是声音量还是销量都是乘风破浪的存在，这自然也让某些商家心中小算盘。
他们没有资金实力得到与肖战合作的机会，再加上肖战这边在选品上过于严格，不光是有诚意的商家才能得到合作的机会，可以和肖战的品牌合作，不仅是自身的品质，肖战的团队还进行了细致的调研考察，然后在同类竞品中精挑细选，才有合作意向。一家店铺基于肖的流量和粉丝推销和购买产品的力量，因此在未经他或工作室许可的情况下，使用肖的肖像和名字来宣传他们的产品。更有实者，肖某代言品牌的照片被恶意图片化，让不少粉丝认为肖某已经与商家合作，毫不犹豫下单。由于商家利用肖某的知名度来增加产品销量，明显的盈利意图，被肖某起诉成功，不仅要向肖某公开道歉，还需支付2万余元的赔偿金。获得道歉和赔偿不是目的，但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，同时也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失。究其原因，这类企业从来没有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，只是想着如何花最少的精力赚取巨额利润。他们的产品往往以次充好，不知情的消费者在购买时难以维权，给自己造成损失，损害肖战的名誉。通过这场官司，肖的粉丝和支持者应该知道，有些商家是没有底线的，他们总是有乘势而上的心态，而他们从肖的人气中获得的收入，让他们欣喜若狂。在他们的梦里，肖公司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太贵。公司也希望有更多的民族和有信誉的商家与肖战合作，让他们可以利用肖战的形象来宣传自己，粉丝自然也会去宣传和支持，让肖战和品牌实现互利共赢。合作共赢。23，29岁杨紫直播引人瞩目，天生法令纹明显，当年的刘涛真是太准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最早一批90后小学生和小花也开始步入30岁大关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接近30岁的时候，还在支持圈中战斗，等待着火的机会。另一方面，有些已经站在了全国范围的顶端。他们在手握好作品的同时，不断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。女演员方面，被影视媒体认证为能带剧的艺人只有2位，一个是嘉兴奇迹迪丽热巴，在她出道的时候，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，靠当时的一姐杨幂演戏，然后把他们拉成新人。在与她同时竞争的演员中，她并不是当时唯一被公司签约的人。在与她竞争的演员中，有比她更适合谷雨女主角的，也有比她年轻的，也有比她更早当过女主的人，她并没有明显的优势。但正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让号角恋人一炮而红，她饰演的高雯成为了国民版的千颂伊。再后来，凤九这个角色就变得萌萌哒走红，红红火火的把她养大了，真的走上了巅峰之路。与她成名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是另一个杨紫，从童星出道到冷门艺考，再到顺利进入学校，毕业不断进入优秀的剧团。她肯定没有一路走来，杨紫一路顺风顺水，她的运气也不错。她的学长愿意帮助她，但同时她也带来了自己的力量和常年的谦逊。她在圈子里取得了不错的人气和名气，现在已经快30岁了。奔赴29岁的杨紫已经完成了最长的旅程的拍摄，先后参加了几次商业活动，最近才为品牌录制了白色贝雷帽的小片。如今现身直播间现场，镜头下杨紫的状态引发关注。自然法令纹无法抹去，杨紫长发妆容简单，尤其突出眼妆。不同于贝雷帽造型，更注重整体妆容。本次亮相活动，杨紫依旧是一身基础白，并将重点放在了眼妆上面。她的头发只细了一半，嘴唇没有涂上太多的光彩，反倒是两眼的亮眼眼影是粉嫩柔和的，很有青春靓丽的感觉。整体造型简洁，8分刘海的飘逸恰到好处的修饰脸型，让脸看起来顺滑。再搭配上能在视觉上提升头肩比的 V 领，杨紫这次的服装就在设计上。唯一不那么漂亮的可能就是她脸上的纹路了。她鼻子两侧的线条还没等她大笑，就在她说话的时候出现了。在制作大表情时，它们更加明显。完美的妆容和发型，正常的线条乍一看会影响 Liu 在直播中的状态。
但是稍微了解一下的人就会知道，她那老掉牙的纹路真的不是后天疲劳形成的，而是天生的。就连她自己也心疼不已，一度对动态感叹不已。杨子感叹法令纹难走，刘涛赞其天生气质美，没有遗憾而不是认可。5年前的早上，杨子发了一条动态，与粉丝分享了法令线很难摆脱的想法。他还特别询问如何摆脱它们。当时虽然有很多粉丝开玩笑，他们说他们可以用熨斗，但更多的人告诉他这些线条也很可爱。杨子的无奈也引起了前任刘涛的注意。动态发出后不到10分钟，他立即回复说，微笑时的法令纹无法消除，赞美你其实天生就有美丽的气质，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改变。或许是这句话一开始就唤醒了杨子，认为自然美是最好的。所以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每次提到她的脸，她的线条会变黑，她仍然没有选择将它们移开。相反，出道多年后的现在，她的经历增添了她沉稳内敛的容貌，这成为她外表的最大加分点。不需要十全十美，演员脸上的一些小瑕疵，反过来也能成为识别的依据。那么，你觉得杨子的状态如何呢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